好，我是苏菲小姐。今天我们要来试开这台 C126的大跑车，然后这台是5600cc 的大跑车。那我们现在赶快来发动，然后就来试驾一下它开起来的感觉怎么样。好，因为它发动了以后，这个安全带就会跑在前面。是全自动。它是赫曼先生有改造过，然后调整过一台车，所以它的马力非常的强大。然后呢，因为它是灰色内装，所以这是灰色内装，所以先生不是很满意它的颜色，之后他就把它全部改成咖啡色。等到改好咖啡色以后，我们再拍一支新的影片给大家看。然后我们可以看哦，你看这边这两个就是化妆灯，它们是好的，是可以亮的。你看这两个都可以亮。这么久还可以亮，然后这个是它就是挡太阳中间的一个板子，然后它这里有天窗，这个天窗是可以开的，开一下好了，因为现在外面在下雨。这样看，好亮比较亮，然后雨就滴进来了。哇，好凉哦，马上凉。然后放手刹车哦。好，先就是用手拉的。OK。倒退路，后面。是这样吗？太有力了，你要小心一点。OK， 那先去。灯要打开嘛？灯在这儿。跟你的Mondeo一样。对哈。然后我们发现这台车在开车的时候其实还蛮安静的，但其实它的排气管是有声音的，因为毕竟它是一台大跑车，所以大跑车就是要有噪音，大家才知道你开跑车过来了。所以赫曼先生又改了一个地方，就是这里，上。对，就是如果把它按上面这个，你看，我们开车的时候，刚刚我们听到就有一个轰的声音，就是原本跑车应该有的，就是一个炫富的声音，就是我来了这样。不然大家怎么会知道你买了一台跑车呢？然后因为在市区可能会觉得这样太吵，所以就是你可以把它关掉，这样就不会有那个轰隆轰隆轰的声音了。但是这声音的好处是，如果你经过一些有人的地方，你把它打开，大家听到你声音就会让开。其实它就是还蛮这样比较安全。对，那因为这台车是赫曼先生的车子，就是我来看一下它在上里面有装了哪一些就是特别的功能。比如说像是这个是要做什么的呢？这个是检查空气跟燃料的比例是否正确，电脑是否有正常的工作。这对一个调整车子的人来讲，这是非常的重要的东西哦。所以一般人就是如果看不懂，应该没有关系吧？对，不需要。正常来说是不需要。那这台车还有做了哪些调整呢？就是它刚买来的时候，就是马力有这么强大吗？就是这么厉害？没有啊。那刚买来的时候是跑起来很慢啊，引擎会摇啊。什么是引擎会摇？就是你引擎会一直。车震一样。对，尤其是怠速的时候，它会一直摇。现在都不会，跟正常的 Toyota 一样。跟正常的 Toyota 一样。那它改了哪些地方？修理了哪些地方？这样子。把所有的燃油系统调整到最好，然后空燃比调整到最好就可以了。说起来很简单，但是实际上是很难的。所以它还没有什么其他特别的地方吗？我们之前有介绍过，就是那个C126上一台 C126，我们介绍就是它这个地方跟那个都长得一样，所以你可以看。这边有一个就是按喇叭的，就是一个礼貌喇叭，一个比较按下去就会比较小声，然后按另外一个就比较大声，就是在市区不要太吵，所以就是可以按小声一点，不然到时候被它打。然后像这个的话是，这是古董的收音机吗？上面还有宾士的这个 logo。对，这个是全原厂的，到现在都还没有更换过。所以这一块这是放什么的？这个卡带放不进去，怎么那么大一片？那就是放卡带啊。是放卡带横的这样放进去。对，横的高档货。那这个还可以用吗？可以用吧，但是我这一台车好像没卡带。那它会有声音吗？会有声音啊，至少收音机是好的。对。那还有什么其他的 special 功能？还有 CD 吧。这可以放 CD 吗？在哪里？ CD 盒在后面，车子的后面。
行李箱里面，从行李箱里面放 CD 哦， 10片装 CD， 对，从后面啊这边按 CD 的音乐吗？对，是的。这是什么没用的功能啊？什么叫没用的功能？哎，这当年是放在后面的真的行李箱里面10片装 CD， 哎，你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吗？10片装 CD 盒呢，在行李箱呢。这就没有看。啊，你太年轻了啦。那等一下我们停车的时候，就去后面的行李箱开10片装的 CD 盒给大家看。好，所以从这边按的话，从这边按就可以听到里面 CD 播的音乐。对，是的，没错。所以它线连到后面去了。是的，没有错。那种以前 CD 盒是什么？是标配还是要另外再花钱？当然是用新台币的力量供给喽。就是买的时候要选要不要装。是的，没错。好，那请问你开这个车有什么感觉呢？跟你的Mondeo比起来？为什么大家这样知道我车是Mondeo？这辆车就跟一般的车开起来差不多啊，还好，没有什么特别奇怪的感觉，就是像是开一般的车子一样。那有特别没力或特别有力吗？特别，我踩一下油门，看，哦哟，特别有力，每次要出去的时候都会哦，这样是什么？就是要往前冲了的意思吗？就是油门不可以踩太大力，因为它可能会冲出去，所以我就是轻轻踩它。跟开Mondeo一样吗？开Mondeo的时候，我开车本来就很安全啊，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好。那开这台车就是那个引擎，只要踩一点点就好了，一点点它就往前冲，所以就是不用踩太用力这样。可是我就觉得我好像只要再多一点点，它就会那样。可以踩到底看会怎样？不行，这边有测速照相机，上面写50。好吧。对，像这种直线就很危险，就是油门就会想踩下去。但是我们是安全驾驶。你为什么每次讲安全驾驶你就要笑呢？我特别不知道我开车安全。而且这台车冷气很冷，这台车冷气有修理过吗，赫本先生？有，7年前有修理过，一直冷到现在。它一开始冷气是坏的吗？当然啦、吹出来是热气耶。对啊，这种车多半冷气最后都会，30岁的车啊，冷气都会坏掉啊。现在3岁的车冷气都可能坏掉了。那现在最低温可以是几度？看得到温度吗？看得到，我这个有做一个很土的那个表，对。这是汽车冷气。现在是出风口是17度，对，16度9。对，像这种雨天，它要到10度以下是很容易，但是你会等一下就会哀哀叫。所以那还有暖气吗？这台有暖气的。那暖气以前是一开始好的还是坏的？也是坏的啊，要修啊。对，修好就好了。所以每一台古董车冷气都可以修吗？都可以修，相信新台币跟人的技术配合起来就可以修。那这一台 C126呢，是在30年前的车，30年前在卖的车子。然后通常会买这台车的人呢，他其实会再买一台，就是他会先买一台那个 W126。那 W126呢，它就是算是轿车，所以它的车型车体都比较大一点点。然后通常开的时候就是会有司机帮老板开。那老板呢，就是 W126是司机开嘛，他就再买一台这个 C126。那 C126是跑车，全尺寸的跑车，所以呢，他就是会自己开这台车。然后在30年前买这台车的时候呢，其实它是要面议。面议的话，大概价格都是在600万以上。那600万的话，在30年前其实是可以买很多房子，所以我们就是把很多房子变成一台车在路上开。那因为就是价格比较昂贵，所以其实他大概买这种车的人，就是会是那种议员啊，然后就是黑道因为它后面的那个后座一边可以放急救，下面可以放枪，右下面可以放枪，然后还有就是
是那种可能就是很有钱的那个老板才有办法买这种车款来开车。然后这台车很 special 的是，我们之前有介绍过说这台车它的那个就是为了跑车为了要快，所以它的门跟它的就是前面的那个板子还有后车厢的板子是铝制的。那铝制的话呢，它比较轻，然后跑得比较快。这山路比较没有车子，所以呢，我们就要来开这个轰轰的车。哦，有轰轰轰的声音，看一听到前面的欧多拜就先让开了，怕被车撞到。真的很可怕。有轰轰轰的声音，没有开很快，就会觉得好像在很快。那我们来踩一下油门的感觉。安全驾驶不能乱看一下。大转弯，看非常的流畅，这样的。再来一弯，再来一弯。你感觉这个声音在开车怎么样？只有这个声音吗？对，因为我怕人家不知道我来，所以我希望就是人家可以注视，这样才有出场有人看的感觉。那你觉得这个声音像什么？这声音像打鼓的声音，咚咚咚咚咚咚咚。像打鼓啊，咚咚咚。对，可是，一般的车子飙车不是么，它这个是。有点像噪音，就是我听了会就是很。那你觉得这一部车跟你自己的 Mondeo 过弯比起来怎么样？房对我比起来，就是它开起来跟现代的车子一样很顺啊。它爬坡嘞？爬坡是蛮有力的啦，就是不会那个突然就是有时候那个就有自排车开车的时候爬坡，它要先停一下，是不是要变档？就是对，你的 Mondeo 会变档啊，然后才冲啊。停一下，然后冲，然后停一下再冲出去这样。它这一台会吗？它就直接就冲出去，不会变档。它随时都想冲啊，这台车随时都想要冲。真的是这样吗？踩一下，随时都想冲出去的感觉。所以它不用变档。这个吗？对，这一台不用变档。自排的吗？它也是自排啊，但是它不用像 Mondeo 一样变档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它不用变，它只有3个档，它不变档，它就冲了，它不需要经过变档这件事情。来访问一下赫曼先生，那通常C126来维修都是修什么部分？通常也是在供油系统跟点火系统啊，然后其他就是冷气系统不好啊，就这样。跑不快的意思吗？对，通常会遇到问题都是跑不快。通常买这台车主人，如果他跑不快的话，就是他会有什么样的感觉？就是什么 feel？就是在开的时候，就是不想开出门，开出门很痛苦。觉得丢脸吗？就是不好开啊，没有力气啊。他都560了，怎么可以没有力气呢？那找你修这台车的那个就是车主都是年轻的还是中年的？少年的还是那个？因为应该这么讲，少年呢目前都还没有办法负担这种车子，所以通常都会是我们的大前辈们才会来玩这么大的车子。对，这是属于大车子哦，干你开好快哦，我的妈，我会怕欸。什么安全驾驶？你不开很快啊，就是刚转一个弯而已啊。这个车很危险的，太快了。车很危险，人很危险。OK， 这人很危险，我不好意思说，你自己说出来了。那我们现在外面没有雨，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天窗，示范开天窗，开。哦，这天窗打开了。哇，有天窗。有没有这样看起来比较亮一点？有哦，感觉很敞篷车呢。哦，我们来看一下后窗，居然有个开关，我都不知道。哎呀，可以开耶！我的妈呀！你看它后窗，对，
第一次坐后面，而且它无 B 柱哦，有没有看到？中间镂空的，可惜我控制不了前窗。好，OK，不用开窗户啊。好 ，OK， 不用开窗户，也是。那这台车呢？我们看一下，就是现在我们是在乌来，我们是去开往乌来的路上，所以我们其实是要开这台车去乌来玩。那刚刚是从市区开来的，所以其实这台车呢，赫曼先生把它全部整理、调整都修好了以后呢，它已经跟一般的车子一样了，就是你在台湾到处的开都不用害怕，就是可以尽情的耍帅，就是到处开这样子，也不用怕，就是古董车会不会在路上故障啊、抛锚啊，或者是要在前面掀引擎盖啊，看怎么办啊，就是不用担心这种事情会发生。就是赫曼先生已经把它都修好了，所以他现在就跟一般我们在外面，就是我们自己的新车那种车子都是一模一样，就是好车，可以安心的开的好车。开出去玩环岛，上武岭。对，重要的就是帅。哇，我就是要那种砰的声音。笑什么笑？没有，有录到声音吗？应该可以吧。我们要准备了，来预备开始。这样，就砰开出去的感觉，这样才有开赛车的感觉，好车啊！没有听到了，我听到砰。有啊，一下就追到前面的车了，也没有什么吹油门就追到。很有成就感呢。那你要吹到怎么样才追得到？追得气喘吁吁才追到，那才有成就感。太轻松就追到了，完全没有成就感。我看要是我以前啊，在30年前的话，我就是赛车手。真敢说。我就是开赛车。大家好，我是苏菲小姐。那我们刚刚试驾的这一台是 C126的车子，那这台是赫曼先生的车。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台车的外观。就是你看，这台车是一台白色的 C126，然后赫曼先生换了他的轮胎框在这边，可以看是比较虚滑的土豪金，你看到是。然后呢，就是这台 C126呢是有经过维修跟调整，就是一开始它的冷气是坏掉的，是没有办法冷的，所以他修了它的冷气，所以现在冷气是非常冷的。因为刚刚开车开来的时候，就是它冷气降到16.5度，我觉得太冷了。在台湾应该不需要开到那么冷啦。然后呢，它的引擎也是有经过就是维修跟调整。这个是560cc，然后是 V8的引擎，所以在开车的时候呢，引擎只要轻轻的踩，它就会有一种冲出去的感觉。那开车就是要砰冲出去，这样感觉就比较厉害，而且开起来就是坐在里面的人会觉得就是超酷的，就是我今天有在开车的感觉。然后赫曼先生说呢，就是在台湾他修这一台，就是别人请他维修这个 C126的车子，大概修过3台。那主要都是维修哪个部分呢？主要是维修引擎的部分跟冷气的部分。那引擎呢，就是因为它已经30年了，所以其实很多的 C126在买来的时候，它的引擎是跑得比较慢。那这台车如果引擎跑得很慢的话，就失去了开它的意义。然后把它调回像30年前一样这么年轻，然后冷气也是都维修好，所以就是如果在台湾，如果你还有 C126，然后就是在车子方面引擎有任何问题的话呢，也欢迎你在我们的 YouTube 下面可以留言，就是赫曼先生才会回复你。